哎，大家好，我是永远不按你们的梁欢，欢迎来到尽量更新的第41期。准确来说，这期其实应该叫第41.1期，因为我昨天录了一期节目讲这个 compressor， 录完了以后我就发现了更多的数据，然后而且我上一期录制的时候有一个讲错误的点，以及一个讲的不妥当的点，有可能会引发误解，所以我在研究这些新的说明书和数据的时候，最后没办法了，我就采取了一种传统手艺，就是数值的暴力破解。然后结果让我破解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觉得是有必要讲一下的，挺大的一事儿。所以我们这一期算是上一期尽量更新的一个更新。对，我们就因为我把上期节目删了，它确实有可能会引发很多的误解，所以我们就把整个过程完全复现一下。OK， 这个问题的来源是这样的，我这儿有一个鼓组，对，它的峰值音量是负 0.17 dB。就那第一声咚咚大那一声军鼓的时候，把音量顶到负 0.17 了，就这么大。然后我们很自然的会想压它一下，对吧？然后假设说我这个时候看我的 glue compressor， 因为 Ableton 用户最爱用的是它嘛。然后假如说我不放开它的音头啊，就是鼓组通常我们会把音头放开，把 attack 推高。但假如说我不放它，这样我们方便我们接下来做测试。然后我的 threshold 设的是负12 dB， 然后 ratio 假如说我调成2:1。那就代表说，超过负12 dB 的音量，这个超了有多少？超了有 11.93， 对，有这些音量，它会以2:1的比例去被往下压。对，我们看一下这压成什么样了。压去了一些。那我想说压的不够狠，我要压再狠一点，我把 ratio 调为10:1，那就代表说超过负12 dB 的声音会以10:1的比例往下压。问题来了，那为什么2:1的时候压得狠？10:1的时候反而压得弱，发生了什么？对，难道说这个逻辑错了吗？它是这样的，是因为存在有一个概念叫做逆拐点。大家注意啊，无论是否有界面和参数显示，所有的 compressor 里都有逆。通常软件里的会给你显示逆，比如说 Ableton 的 compressor，包括你用的是 FileFilter 的 C2。我们看一下这个传统的 compressor， 然后你进到第二个数值里，这儿就能看到逆这个玩意儿。对，而硬件类以及模拟硬件的软件，它通常是内置逆，但是不给你显示参数。比如说著名的 SSL、著名的1176。以及 Ableton 的 glue compressor，Ableton 的 glue compressor 模拟的是 SSL， 它模拟的是 SSL， 所以它自然不会给你显示逆。所以我们想了解逆是什么的话，我们在这个视图里看。对，我现在这个 compressor 也是负12 dB 的 threshold ratio 设的是4:1，那这时候我的逆是0，这个时候代表着什么呢？这是不超过负12 dB 的音量我不管，当你达到负12 dB 超出的开始都往下压，因为如果你看，如果我的 ratio 是1:1的话，那你该是多少声就是多少声，超过负12 dB 的，你该是多少就是多少。但现在随着我推动 ratio， 超出负12 dB 的音量都被往下压了，对吧？这是非常简单的 compressor 的逻辑。好，这个时候我们推高逆，我们发现啊，这条曲线变柔和了，然后这个 threshold 的点往下降了。那代表什么？假如说我们用个6 dB 的逆来举例的话，这个时候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在这个位置，你的音量是 threshold 减逆的时候，在负18 dB 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轻微的压了，但压的肯定没到4:1，可能也就是个 1.05:1。比如说你的音量达到这个时候的，注意啊，你的音量达到这么响的时候，我上一次录的时候我说你在这个瞬间音量在这样说法是有可能会引发误解的。注意啊，是你的音量在负18 dB 的时候已经开始缓慢的下压。那到这儿的时候可能是个大概2:1，到这儿的时候可能才到3:1，到什么时候能恢复到4:1呢？到这儿 threshold 加大的时候，到负6 dB 的时候，超过负6 dB 的音量才会再按4:1的去做，所以它带来的就是提前压，以及看起来你的 threshold 下降了，或者说真正的 threshold 被往后移了一些。对，你看我再推高，
我再推高，在这儿就开始压了。看这条竖线，就可以动的这条竖线，那从这个点开始，就已经开始轻微的下压了，肯定没有到4:1，对吧？因为到这儿以上的才4:1，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1.05:1，对吧？1.71:1，到这儿可能是个2:1，到这儿可能是个3不能说2怎么整数了，有可能会带来误解。对，2.59:1、3.17:1之类的。对，到这个点的时候才会恢复到4:1，所以它是一个更柔和的这么一个压缩，但是它提前压，这种叫 soft knee， 拐点很软，这种叫 hard knee， 拐点很硬。那 Glucagon Pesa 又是一个著名的 SSL 的一个仿真版本，所以当你是2:1的时候，它毫无疑问它是一个 soft knee 的，所以它提前开始压了。对，它提前开始压了，这就是为什么明明是2:1，但是压得多，10:1反而压得少，因为这个是得完整的等到有声音超过-12dB 才开始压，这个可能-20dB 甚至-25dB 就开始压了，所以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个 SSL 它的这个本身的那个ratio 的那个压缩曲线，我们找不到，对，然后更不知道这个 Glucagon Pesa 的曲线，所以我就传统手艺吧，就暴力破解吧。我是这么暴力破解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我来一个军鼓，这个军鼓多响不重要了，对，然后呢，我给它加了一个 utility， 把它的音量推高了整整35dB， 这时候它已经非常非常响了，它音量已经彻底爆了。然后我再上一个 limiter， 然后把 ceiling 设为-6的话呢，此时我就得到一个-6dB 的声音。我设为-8的话呢，一个-8dB 的声音；我设为-12呢，这个-12dB 的声音。所以我可以只靠调整 ceiling， 我就可以获得一个我想要的 peak volume 的声音。然后我开始上 Glucagon Pesa， 然后我就开始测嘛，对吧？然后 threshold 设的是-12dB， 那我现在的声音是-12dB 的话，理论上它刚刚达到这个 threshold 的点，它应该不被压才对。结果硬生生给我压下去了2.2dB， 我就知道 OK， 这肯定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逆在里边。比如说你看我调到-13，那按照压缩的原理的话，我还没-13dB， 距离-12dB 还有整整1个 dB 呢，你不应该压我呀。结果又给我压了，对，那我就开始调-6，还是压了1点多，对，我调到-8，对，给我压成了-19，所以还是得来，因为-8距离-12也有6dB 了，对吧？所以我们知道它的逆肯定大于6dB，然后就到-24，还是有，后又压成-24.3，然后因为到-24最低了嘛，这个时候呢，我再上一个 utility， 然后我再减2，那这个时候出来的声音就是我把 Glucagon Pesa 关掉 ，ceiling -24， 我再减2。那就-26嘛，所以我可以继续往下测，然后就继续一路往下测。对，-26的时候已经距离有14了，对吧？它还是往下压，但是我随着测呢，比如说我现在音量已经到-48了，-48dB， 看一下啊，我的音量已经到-48dB 了，但是-48dB 距离-12dB 已经有36个 dB 之多了，它还是在下压。那总不可能说你的逆达到36吧，所以我就不停的减，不停的减。看它还是给你有，所以我就知道说它可能内置了一个巨大的，但是总有会给你减个0.1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对，那么我就猜测说什么时候不是0.2，因为你看我各种数值测减都是1、2，对。我最后测出来啊，我认为它的逆可能在14到16 dB 之间这么大。对，这时候是2，再到-3，这时候27，这时候是15了，还是2，然后到2，你看还是永远有个点2，哎，到点3了。到点3，假如说这是我们现在是-25，距离它是13，对吧？有的时候你摁几下，它又变成点2，对。所以13的时候肯定还有，对。那这时候呢？这时候是14了，14的时候就到点2了。所以我猜测它大概在14到16 dB 之间，所以它有个巨大的逆，
因为它是著名的软的 soft knee 的这么一个压缩嘛。对 ，OK， 好，我2:1的情况我测完了，我去测更大的10:1，那就问题就严重了，真正的问题就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不用说了，它肯定不会压嘛，对吧？那因为还没到-12嘛。假如说我们到-16，哎，你看-16没有到-12，所以不压正常。然后到-13还没压，我觉得这时候就要出事儿了。然后到-12还是没压，-12到-12还是没压，那就代表着说，此时它的形状已经变成了这样。对，那这个问题严重在哪儿？SSL 或者说 glue compressor， 我们视为是非常经典的 soft knee 的，就是软拐点的压缩器，而有一款非常著名的这个 hard knee 的是1176，人家浓眉大眼的1176是在20:1的情况下才会变成这么 hard， 人家是个著名的 hard knee 的压缩器，结果你一个 soft knee 的在10:1的情况下就已经变成这样了，这个就是问题严重的地方。glue compressor 在 ratio 是10:1的情况下逆为0，变成了一个纯粹的 hard knee 压缩，那意味着 glue compressor 同时是一个 soft knee， 也是一个 hard knee， 这个是跟数值完全对不上的。因为你假设说你看一下关于这个 SSL 的这个经典的这个 native bus compressor 最好的一篇文章就是这个 Gabler 写的，其中里边提到 knee 啊，因为最被津津乐道的就是 OK， 你看 SSL native bus compressor 是你随着你就算就是比例推得很狠，你推得越狠，我越软的knee，对吧？你推得越狠，我knee越软。所以你即便你是一个10:1，你也不需要担心声音会这个搞砸掉。What the fuck？ 你推到10:1的时候，你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 hard knee 了。hard knee 肯定是更容易带来失真的呀。对，人家1176作为一个 hard knee， 人家20:1才这样的，你10:1的时候就这样了，有问题就比较严重。我用 Ableton 这么多年，我是第一次知道 glue compressor 在10:1的情况下会变成这样，这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这个地方还要更新一个就是错误的认知啊。那你这么想的话，那你可能就会认为 OK，soft knee 永远会比 hard knee 压的更多，这个认知是错误的。对，因为一切取决于你的 threshold， 确切的说，取决于你的声音超出了 threshold 有多少。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就用这个声举例得了。2:1的时候-14.5， 10:1的时候没压，那你看 soft knee 压的更多，但如果我把 threshold 使劲降低，2:1的时候-27.4， 10:1的时候-29点多，人家又多压了2个多 dB， 所以人家这时候人家强。那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你要观察的是你的音量，比如说你的音量是-12 dB， 我们现在啊超出了 threshold 多少？如果超出的部分特别多，别忘了它的逻辑啊，10:1，这个只有2:1，那即便你这儿有软的，你提前压了。但你也不如，因为你超出的部分更多嘛，超出的部分都以10:1的比例被下压了，对吧？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啊 soft knee 压的永远更多，不是的，取决于你的音量有多大，或者说更准确的说法是，取决于你的音量大于 threshold 多少，大的越多，10:1越管用。对，如果比较接近2:1，由于提前开始压，所以它会显得就说我压的更狠一点，这是一个需要解释清楚的啊，就取决于你线下的音量超过 threshold 的音量有多大。What the fuck， 我这个灯有点闪。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到底什么情况下用什么压缩。
对，通常我们会有这么一种认知啊，就是组类的、总线类的，我们会认为 SSL 也或者说 glue compressor 是更好用的，对吧？但其实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同样是组，有很多种组，比如说顺时性强的轨道，需要把音头放出来的轨道，通常就是 drums 了，通常就是你的鼓组了。你应该用 soft knee 啊，没有问题。但是用啥其实不重要，因为无论你用啥，更重要的是把 attack 推高，对吧？把你的音头放出来，这是重要的。那顺时性不强的轨道，需要把音头压下去的，比如说你弹吉他的时候，你那个拨片碰弦儿一下碰得特别大，嘎一声，那个音头太大了，你不需要。那振幅，这就是你正常弹的振幅是这么大，然后那个音头嘎一下这么大，你不需要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用 soft knee， 你反而用 hard knee。比如说你的 vocal， 你的振幅波动太大了，不需要；你的弦乐团，你的振幅波动嘎有声音头太大了，你不需要。这个时候你应该用的是 hard knee， 确切的找到那个调整到那个比较舒服的 threshold， 然后直接用 hard knee 一下把它给按比例给它压下去。如果这种情况下你用的是 soft knee 的，对，它也是个组啊，你录了2轨吉他，或者你录了4轨吉他，你录了16轨的弦乐团，你录了5轨的声音叠起来，这些声音，如果你需要它的瞬时性，你不需要它的瞬时性，你不需要它嘎嘎嘎那样一下的话，那这时候你需要把音头压下去，不要用 soft knee。soft knee 只是提前压，不代表它下压更大，对，而是用 hard knee 找到那个 threshold 合适的点，啪一下，那个音头就真的被压的死死的压下去了。对，所以即便是说 SSL 或者 glue compressor 通常被认为是组类的、总线类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组都适合用它。对，最后一个注意的点 ，hard knee 更有可能引发我们肉耳听不出来的失真，因为它毕竟是这样的压嘛，它已经就是你 hard knee 的这种情况下，它引发失真的可能性是更大的。对，就你的 ratio 越高，因为你看你 ratio 高到这样，它已经变成一个限制了，对吧？它其实是非常容易引发一些我们耳朵听不出来的失真的。对，你压下去了，你觉得太棒了，尤其是你的 threshold 往往会设的比较小的话，你在小音量下一听，哎，没问题，特好。对，但比如说，哎，你觉得这样倍儿好，然后你调整，有时候加到9 dB 了，呀，完美的 snare， 当然你可能会推高 attack 什么之类的，对，就推高 attack， 然后把这音头放出来吧。好，你觉得完美了，调试比啊 hard knee 啊，哇，完美的声音出来，这就是我要 snare。OK， 假如说这是你要的，你可以试试这样。你觉得加高到9 dB，make up 到9 dB 以后你很满意，你试试直接把它调加12，那就变成了21。这个听感很有可能就会是你母带的时候，因为你母带的时候会极大的推大响度。当你极大推大响度的时候，这个声音有可能会引发失真的，即便你后面有一个 limiter， 你母带里当然有 limiter， 但是由于你用的是特别 hard knee 的东西的压缩，所以它有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你耳朵听不出来的失真。对，这个时候你不妨就加个12 dB， 模拟一下在母带里会加起来的音量，加起来的那个音量程度，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声音是否会失真。当然你这个情况下比较合适的做法是，你要想更严谨一点的话，你应该再加个 limiter， 对吧？你应该再加个-0.5左右的吧，加这么一个 limiter， 然后本来你觉得这很合适，然后你再加12 dB， 它都加不到12 dB， 它只能加到20。呀，那在母带端，这个声音有可能就会变成这样了。你要衡量一下这是否是合适的，所以慎用这个 hard knee， 在这种情况下慎用 hard knee。对，但你这么想的话，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问题。glue compressor 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但其实你也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好处了。就我把它调成10:1的时候，我直接获得了一个 hard knee， 我获得了一个1176，对吧？未尝不可。对，那这就是这期的内容。OK， 拜拜。